大家好，现在银行贷款利率这么低，住在纽约的你们都入手房子了没呢？但是很多人都开始搬离纽约了。看看你们的朋友圈，是不是有人发朋友圈都定位在佛州呢？路透报道，佛州棕榈滩郡经济开发代理业者表示，约有30家大型金融业者正在迁往佛州南部，并将员工迁移到此地。避险基金 Elliott 管理公司表示，计划明年在佛州的西棕榈滩开设办公室。在新冠疫情期间，执行长波洛克就在佛州工作。避险基金 Citadel 则将部分证券交易人员调往迈阿密，预料明年将在当地开设办公室。黑石集团也计划在迈阿密开张。德意志银行与摩根大通原本就在阿拉巴马州设有批点，还有不少避险基金都在迈阿密或棕榈滩驻点多年。高盛也在考虑将一些资产管理人员迁往佛州。由于远距工作与学习已经占领纽约，且市内的餐厅、美术馆及其他场所普遍因为防疫而遭到封禁，使华尔街金融业员工不再排斥南移。银行家及投资专业人士表示，佛州悠闲的生活风格且商业惯例友善，因此更具吸引力。对许多纽约客而言，佛州在文化及实体等方面都与纽约相近，且与纽约处于同时区，餐厅全年无休，又免征州所得税，房价低。棕榈滩办公楼的租金大约只有纽约曼哈顿的一半，因此比其他州更为理想。佛州州长迪山提斯对经济的重视程度高于严格防疫，他9月时曾宣布开放佛州商业活动，不允许地方政府限制餐厅营业，而且佛州也不强制要求民众戴口罩。不过，佛州的新冠肺炎疫情也在升高中，24日单日新增病例达5634人，比12月1日增加32%，在全美各州为第5多。美国人口普查局 US Census Bureau 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，今年7月纽约州人口比去年同期减少126355人，下降幅度达0.65%，位居全国各州之首。人口普查局预估，纽约州很可能会失去至少一个国会众议院席位。2020年人口普查最终报告预计明年才会出台，但初步数据显示，去年7月至今年7月间，纽约州人口数量减少0.65%。虽然纽约从2016年起人口在旧城下降趋势，但此次是1年期间人口下降幅度最大的一年。此外，过去10年内共有140万人迁离纽约，其中有21%迁至佛州。布鲁金斯学会 Brookings Institution 首席人口统计学家 William Frey 指出，如果该数字保持不变，纽约州将肯定会丢掉一个国会众议院席位。目前纽约有27个席位，若仅能获得26个席位，纽约国会席位数量将首次少于佛州。根据人口普查局数据，佛州今年7月人口比去年7月增加241256人，涨幅为1.12%，仅次于德州。德州增加373965人，涨幅达1.29%。而排在纽约之后的人口数量出现下降的州为伊利诺州，降幅达0.63%。夏威夷州和西维吉尼亚州排其后，分别减少0.61%和0.58%。美国东北部地区是过去1年人口流失最严重的地区。新州、麻州、宾州、罗德岛、康州和佛蒙特州人口数量都呈现一定程度的下降。美国整体人口在过去1年的增幅为120年以来最低，专家认为这是因新冠疫情所导致出生率下降，且移民数量减少。而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则是3月起疫情夺走了32万2000多名美国民众的生命。奥伯尼的保守智库帝国中心 Empire Center 创办人麦马洪 E.J. McMahon 表示，以往纽约人口的增长很大部分来自新移民和新生儿，但2017年以来，纽约移民数量骤减，与2010年相比，预估2020年纽约人口下降了0.21%。纽约州里面，纽约市的移民为最多，现在入不敷出了。而且疫情给在纽约的老板们带来了一个信息，影响不大的情况下，员工都可以在家工作了。为什么还要花昂贵的价钱租地方呢？根据房产网站 StreetEasy 数据，纽约市房租租金过去1年下降幅度比大萧条时期还大，其中曼哈顿租金降幅最大，达到12.7%。11月数据显示，曼哈顿月租中位数为2800元，达到10年内最低，而大萧条时期租金下降约10%。
由于公寓供过于求，很多房产公司选择降低租金出租。StreetEasy 的11月市场报告显示，每3个曼哈顿出租屋就有1个提供优惠租金政策。曼哈顿中城公寓有 30.7% 的房东都提供月租金折扣，该数字比去年高出 8.4%。布鲁克林的租金过去1年下降 6.3%， 月租中位数为2400元。其中位于布鲁克林西北部高档公寓云集的布鲁伦高地和登波等社区，月租中位数2800元，为8年来最低值。皇后区的租金也下降 5.7%， 这是皇后区租金首次出现较大降幅。11月皇后区月租中位数为2100元。然而，皇后区在大萧条时期租金相对较为稳定。根据往年房产报告，新冠疫情爆发前10年间，纽约市房屋租金一直保持稳定上升趋势，但疫情给房产市场带来巨大打击，受低迷经济和更多人迁出纽约市的影响，租金也大幅下降。与此同时，市场上代租公寓的数量则不断增加。11月的代租公寓数量比1年前增加了37000套，目前代租房屋数量几乎是去年的2倍。房产经济分析师表示，纽约市房屋租金下降幅度之大，显示房产市场遭受疫情重创的严重性。随着疫苗的不断普及和更多优惠租赁的推出，希望能吸引更多人返回纽约市。不过，距离城市回归正常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，在此期间，全市租房控制率仍会维持较高数字，租客们也能继续享受1年前从未敢想象的优惠租金。对于很多租房者，这些都是好消息，但是对于房东呢？你还急着买房吗？请在下面留言告诉我，喜欢的请点赞订阅，不喜欢的也可以留言让我们改进。谢谢您的观看。